关于富国岛风景还不错吧？这个地理位置是靠着柬埔寨很近吗？其实这个地方好像原来就是柬埔寨的领土，大概好像是400年前，从中国雷州半岛来了一批下南洋的华人，他的首领叫莫九，他就是来了这个地区以后，就经营富国岛这一带，然后因为他投靠了柬埔寨国王，然后柬埔寨国王就把这个河县地区全部给他经营，经营的很好。后来因为柬埔寨西部的泰国的王朝开始崛起，后来柬埔寨的势力就衰败了。后来末九就又带着这个河县地区又投靠了越南，所以富国岛就变成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变成越南的一部分。所以但是柬埔寨一直没有承认这个事实，哪怕几十年前一直想把这个块地方给抢回来。后来是不是说那个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也跑到这里来躲了一阵子？那个具体是什么情况？当时解放战争，然后国民党从广西败退进入越南，因为当时越南还没有建国嘛，还是法属英支那。当时就黄杰是他们的就是首领，然后黄杰是黄埔一期，好像后来在台湾还做到了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部长。因为那时候越南还是法国人控制的地方，但是法国人因为忌惮新中国，后来就把这支军队给缴械了，然后1950年把这支军队安置到了富国岛，大概3万多人，所以他们在富国岛上驻训了很久，然后大概3年多，到1953年才回到台湾。回到台湾以后，又以富国岛这支军队为班底，建立了台湾后来的台湾军队后来海军陆战队，所以这个就是跟台湾也是有一点渊源。其实我一直觉得人才对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关键的，我觉得至少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。你看最近很多很火的这个 AI，Meta 就是 Facebook 的母公司，它那个几十个人的名单，你看他们的年薪都是从几千万到几亿美金，每年的年薪。所以人才在任何行业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一直在新加坡工作嘛，所以我对新加坡比较了解。新加坡市场中国公司做的最好的2家，就房建的中建南洋，上的市政的就上海隧道了，他们就是这帮人来的，当年来的90、90年代来新加坡最早的那帮人，都是当时集团选的最优秀的人，所以才有当时把基础打得很好，把这个牌子创出来了。当时我们做西松的分包、轻包，我们做的比西松还好还快，日本人也是很惊讶。所以我觉得是人才是非常关键的。所以到今天我们中国企业出海，任何行业人才是重中之重。